我们为了孩子，所以我们不离婚。你知道孩子听到这件事情会觉得关我屁事啊？好朋友聊聊天嘛，我是刀子，我是丹。对。我跟你说，我一直以来很想要跟你讨论一件事，就是关于郑爽弃婴事件这件事情，你怎么看？不弄得好像我也弃婴一样。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，应该没有啦。我没有弃婴过，但是没有吗？啊，不是、没有啦。但是因为郑爽事件，最近的媒体上都已经沸沸扬扬，大家都一定应该略知一二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反正就是双方父母被爆一个录音档嘛，那这边就不再多叙述他录音档的内容。但是关于孩子能不能让恋爱关系稳固这件事情，我们来讨论一下。是，个人是认为啊，恋爱关系靠孩子啊，其实害了孩子也害了自己。哦，怎么说？你看嘛，两个人如果都已经没有爱了还不分手，这才是关键。然后还硬要有一个孩子，我觉得那父母最不负责任的一句话就是：我们为了孩子，所以我们不离婚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其实。因为我们现在也活到30几，反正就是如果父母现在跟我讲说，其实我以前跟你爸爸也有想要离婚，但是因为我为了你们我不离婚。我觉得这句话讲完以后，就把所有的责任都丢到孩子身上。对，你知道孩子听到这件事情会觉得关我屁事啊。对啊。我这样子会不会太没礼貌？就是不关我的事，你为什么要把我变成你们关系一个连接的东西呢？对，重点是这个点就感觉好像是你。我扛了你不开心的这10年，到底关孩子什么事？如果今天两个人不离婚，他们也不可能再遇到他们最幸福的爱情。不是没有谈过，是你不愿意去谈。但是我们在这边没有要争结说这样做的父母有什么对错，但是我们现在争结是孩子能够让这个恋爱关系稳固吗？我个人的答案也是不行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孩子生下来他是属于独立的个体。从0岁到18岁，可能父母有义务去抚养他，因为可能生理的状况他也没办法自理，所以父母有抚养的义务没错。但是当他呱呱落地的那一刹那，其实他就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体。对，如果就像我们当时说看那个《灵魂急转弯》这部电影，每个灵魂来到地球都是爱心的状态，是他们都在重新来修炼他们的人生，但是他们选择父母是他选择不了的啊。对呀，这为什么要把孩子送给别人？我也不懂。所以我觉得对于弃婴这件事情，当然道德上面这件事情其实完全是不可以接受，因为孩子就是一个独立个体，而且他是有生命的。对，但我觉得在郑爽这件事情有一个讨论，弃婴当然是一个点啊，重点是他是代孕之后还弃婴，你知道这个差别是什么？你知道，如果今天像现在很多代孕是因为比如说同性婚姻就是不能生嘛，那一定用这种方式，又或者是女生她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生，夫妻没办法生，所以他们去做这件事情，基本上就是把怀孕跟生孩子这件事情变成了一种非常轻松的事情，就是没把它认真对待啦。你想一想如果你是那个孩子，你会怎么想？哇，我爸爸妈妈都是明星，但是我被弃养了，哇！然后所有媒体都关注在我身上。我会如果真的是这个孩子的话，我会对人生会充满绝望，会反社会人格。我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解这件事情之后，他会非常的受伤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。假设你就是那个2个里面的其中一个，你现在已经长到18岁了，请对媒体说你的感受。哈，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感受，我只会觉得说，讲出你的 OS。就觉得你们是在把我当回事。有帮我当做是一个生命吗？你该不会快哭了吧？我没有，这绝对是有可能发生。没有在一个健全的家庭生活，然后他可能又知道他原生家庭的一个状况。我觉得没有健全都算，因为你看如果今天他们是这种状况，但不是爸爸妈妈不是郑爽跟那个，顶多这件事情他就自己不爽，但是因为他爸爸妈妈又是艺人，所以他一定被很多人关注，甚至媒体关注。那被媒体关注的时候，你看记者拿麦克风说：“请问一下，这几年来你怎么过的？你有看过你爸爸妈妈吗？”我想他应该会把摄影机给砸了吧？真的，他会非常的觉得自己是在这个社会上可能有点一文不值，什么都不重要，甚至觉得自己不配来到这个世界。我刚刚这样子一揣测以后，我心里就很不舒服。所以说实话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还是要讲到一个重要的关键
其实孩子到底能不能让恋爱关系稳固，重要的不是关系，重要的是爱，对不对？当你有爱，你可以爱任何东西，爱路边的小狗，甚至过世的男朋友。那爱都还是有办法延续的。对，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用孩子来稳固这段关系，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。没错，而且爱其实是一个界限。我觉得所有关系的起头都是爱先才会有关系。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个孩子没有爱的话，这个孩子是谁生，我真的不 care。因为也有领养嘛，领养亚洲小孩，例如说白人领养亚洲小孩，但是也是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这也是没有问题。我也有领养一个小孩。谁？有吗？非洲某一位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领养那个小孩，然后我当时看那个名册里面选择了一个我最熟悉的名字。对，因为就是不管是我们用金钱资助他或什么，我们是出发于爱这个小孩或者爱这个行为，去跟他创造一个关系，即使我们没有见过面，但这个关系都是成立的。对，然后像他们每一个时间会写一封卡片给我，那封卡片拿到手的时候，虽然字不好看，虽然卡片很简陋，可是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卡片里面有爱，真心的感谢啊，你抚养他等等。对，所以其实说到底啊，请各位就是有孩子的家长们，千万不要再拿孩子当成恋爱关系的那个纽带，因为孩子是独立的。我身边也有很早结婚，然后现在可能因为孩子还在绑在一起的夫妻。其实那些孩子都懂，只是他为了配合你们，自以为完美的演出，所以他没有。所以如果当真的夫妻感情走不下去了，我觉得要走到离婚那一步，其实也是为了大家都好。但是怎么跟孩子沟通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智慧了。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啊，也许3个人就坐在一起，把孩子当成大人在聊这件事。对，尊重孩子的选择，不管他几岁，5岁、6岁、7岁，我觉得他都会感受到我们给他的一个意念的表达是什么。对，那如果父母在这边去进行抢夺的，说哎不行，你一定要跟我，哇，那就很难看了，对不对？对孩子就是伤害了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的这个话题啊，其实最后的答案就是，孩子真的能够成为恋爱关系稳固的那个条件吗？答案是不行。对。那我觉得下一次啊，我们再来讨论这里面另外一个话题。我们来讨论一下婚姻制度。我觉得婚姻制度是个好，好，那我们下一次呢，再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然后，如果喜欢丹丹的内容，可以订阅丹丹的频道。那我们下一周好朋友聊聊天嘛，再见喽，拜拜。